各位球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红双喜和蝴蝶的高端底板到底哪家更强。我们业余球友在购买球拍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做出选择。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两个厂家每年代言的明星费用、广告费用、赞助国家队省队的这个费用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性价比来讲，两个品牌都没有什么性价比。既然没有性价比的东西，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建议买它的高端，因为便宜的东西不仅没有性能，还没有价格的优势。先说一说蝴蝶的特点。蝴蝶这个品牌其实在20年前还不是说那么火，直到张继科把这个维斯带火了之后国家队也好，省队也好，包括俱乐部的小孩也好，这个维斯就带起来了。维斯一起来呢，相关的蝴蝶外置5+2的产品也给带起来了。那么蝴蝶这个品牌，我认为它的特点或者它的优势应该是外置5+2。很多人打蝴蝶是在意它这个反手的感觉非常好，都说是自动挡。这个自动挡表现在发力门槛不高，借力比较好，而且打起来比较轻松。这是蝴蝶反手最大的一个优势。尤其它这个外置底板，你有一个算一个，随便拿过来，感觉反手非常的好上手。那么蝴蝶这一年呢，底板做的稍微有点软一点，那么控制相对好一点，旋转好一点，稳定也好一点，但是什么差一点呢？单板质量，尤其是对于拉弧线球的快弧快，这个底板的扎实程度，刚性的下降，造成了单板质量的下降。那么红双喜这个品牌相对来说，它就是内置做的比较好，尤其是968，包括968衍生出来的一些产品，做的都是非常有特点的。红双喜内置底板，我觉得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定，它这个所有301、968的一些衍生产品做的都非常稳定因为这节课我讲的主要是高端这个低端咱们就不讲了，起码是从字母往上，既有扎实的手感，还有稳定的控制，旋转呢也比蝴蝶的外置要好，而且底劲儿明显比蝴蝶也要大。所以说很多球友近年来随着球改大有机变无机，很多人都觉得蝴蝶的这个单板的质量对于水平较高、发力较好的球友来说有点不太够用。那么红双喜这块呢，单板的质量就从不用多，就是从龙5X、龙5这块单板的质量已经非常的可观。其实夸张点说，龙5X正手这版的单板质量可以秒掉蝴蝶我觉得全部产品了吧。除了蝴蝶的选手柱，我觉得其他的产品好像你都达不到龙5X的这个正手的单板质量。当然我只说这一个环节，并不是说蝴蝶整个产品力都不如龙5，那有点开玩笑了。讲完了这两个产品的特点，我说一说这个专业队的趋势。现在你看一看国家队打的乒乓球拍10几年前蝴蝶居多，那么这2年随着球改大，14年改大的对吧，然后有机又变无机，现在用膨胀油，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蝴蝶的占比，就指底板越来越少了。第二个呢，就是反手的狂飙用的越来越多了。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蝴蝶现在做的越来越软，对这个大球，专业队因为对单板的质量要求比较高，我能吃住球，我有劲，但是你板必须给我很好的反馈，我有1分力，你给我出1分力。再一个狂飙也是，你这个蝴蝶板子软了怎么办呢？正手狂飙加度数，反手贴着狂飙。咱们很多的球友可能不太知道就是说你正手贴狂飙，我反手贴蝴蝶，我把反手的蝴蝶改成狂飙之后，它对于我反手有影响，它对于我正手它也有影响。怎么影响的呢？就是这个反手的套胶越软越通透，你正手的单板质量就会越低，你的底板就会感觉，不能说底板，你的球拍就会感觉越不扎实。换个角度来说就是说你反手，我原来贴个反胶，我现在贴颗粒，尤其你贴长胶，那你正手都没有劲儿，贴生胶呢能稍好点，贴正胶呢又好一点，你贴上反胶，两面反胶就明显正手就更有劲儿。那么回到这个狂飙这块也是，你两面狂对于正手的支撑刚性都是有提升的。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蝴蝶用的少，单板质量不太够，尤其对于专业队的运动员，打红双喜968的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就在这儿。然后两面狂的原因，也就是这个球旋转也差了，也没有劲儿了，怎么办呢？两面狂这个球拍就更加扎实了。
说完了这些之后，我给业余球友提一提建议吧，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烧器材，接触器材比较晚啊，还有一些小白，在选购器材的时候，好不容易攒点钱，弄个1000多块钱，我买蝴蝶好，还是买红双喜好？现在大趋势就是，红双喜内置做得好，蝴蝶外置做得好啊。关于内置和外置，这里边就不展开说了，我之前也出过视频，到底什么叫内置，什么叫外置，内置的特点，外置的特点啊。总而言之，我的观点依然是内置选蝴蝶，外置选红双喜。那么在1000多甚至2000多的价位当中，根据你的打法啊，如果你这个比较注重单板的质量，当然这个打法肯定讲的就是快弧、弧快这2种，你别给我玩削球的上来给我抬杠啊，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说你弧快也好，快弧也好，如果你的发力够好，喜欢扎实一点的，喜欢稳定一点的，喜欢单板质量，这个你都选红双喜的特质，968也好，301也好，包括什么965，其他的一些衍生的型号。如果你的能力一般啊，发力不太好，或者年龄比较大，喜欢打得比较轻松一点的这一类的，一律是选蝴蝶。当然这是在性能上给大家讲那么多，那其实我们在选球拍的时候还重视的一个就是品控的问题。这个品控我们就不得不说一说，因为红双喜的品控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我们承认黄防碳呢不太容易在切割的时候不留毛茬，但是红双喜无论是从龙五到字母到数字到国数，它这个黄防碳的切割看着就像少一道工序一样，都是小毛茬，当然打起来不耽误事儿。另外一个呢，红双喜的拉丝，这也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拉丝我想多展开的说一说啊，这个拉丝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觉得红双喜也好，斯迪卡也好，它这个板子拉丝很大程度，我觉得第一点，干燥做的比蝴蝶要干，越干呢，这个板子越容易起毛茬，就越容易拉丝。我觉得红双喜底板你打着扎实，你打着有劲儿，很大程度上应该说调教也好，做的时候也好，相对来说比较激进，比较重视出厂以后的这个性能。我们可能还知道另外一个点，就是蝴蝶的这个使用寿命是比红双喜和斯迪卡要长的。这个寿命我不是指磕碰，我指的是长时间保持它最佳性能的这个能力。蝴蝶可能打几年甚至10几年，它的衰减依然不是那么明显，除非你磕了受潮了，这些属于外部条件引起的。那么红双喜和斯迪卡这个板子，如果你比较重视性能，有的时候你打个2、3年，有的甚至1、2年，你就能感觉出它这个性能衰减的是比较大的。这个衰减指的什么呢？原来通透了，底劲儿感觉没有原来大了，没有原来有劲儿。这个品控方面，红双喜是明显不如蝴蝶的。蝴蝶基本开始啥样打着什么样，而且蝴蝶的这个做工，包括拍柄的设计，包括这个毛茬拉不拉丝，明显要比红双喜这点表现的要好。这期讲的也是比较杂，我也没有准备什么稿啊，就想到哪儿我就说到哪儿。好，这就是本期的视频，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